他们是一对变态双胞胎，以杀人为乐，而且心理极度扭曲。最近城里不断发生杀人事件，而且还都是以莫斯科旅馆为目标的。这个月就已经发现了6具俄罗斯人的尸体。这座城市各个势力均衡仅维持在一线。为此，张大哥特意邀请了其他3大势力的当家来开联络会。意大利和俄罗斯一向不对付，一见面就是一顿互骂。至于那个被女部长盯上的哥伦比亚毒枭，现在根本不敢得罪巴拉莱卡。不仅是莫斯科旅馆，三合会和意大利也有成员被杀，基本可以断定是外部势力动的手。张大哥提议4边一起追查凶手，大家达成互通，以避免无所谓的冲突。巴拉莱卡才不管这个，他来这里不过是来表明他的立场，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莫斯科旅馆的拦路石。因为频发的杀人事件，来旅馆的每个人腰里都别着枪。现在这座城市就如同一台爆米花机，等待着火势大到爆裂的时机。酒吧老板兴冲冲地和莱维说起这次杀手的赏金有足足5万美金。莱维倒是也想插一脚，可惜的是一点线索也没有。是个外人作案的话，应该能受到点风声才对。这里不算大城市，如果有外人，很快就会被发现。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听到消息，肯定是有人把杀手藏起来了。老板才不管这些，只要不在他这里闹事就行。酒吧都不知道被砸了多少回了，这种 flag 还是不要乱立的好。我怎么感觉有莱维在，你的店就平安不了呢？这时，一个身材火辣的美女坐在莱维身边。洛克仔细看才认出，这位是暴力教会的艾达修女，两人日常不对付。不过艾达这次不是来吵架的，悬赏杀手的事已经传开了。为了不菲的赏金，各路杀手都跑了过来，甚至还有人来教会订购杀死大象的来福枪。莱维再这么悠哉下去，小心连汤都喝不着。顺便一提，今早布兰大道的加勒比海酒吧被人端了，莫斯科酒馆进入临战状态。死了手下的巴拉莱卡可是一肚的火。时间回到今早，加勒比海酒吧里一片狼藉，巡警将酒吧封锁了起来。有个酒保吊着一口气，道出了事情的经过。凌晨4点的时候，有一对穿着丧服的闪灵双胞胎来到店里，拿出巴拉莱卡的名片，说自己得到了他的授意来这里接客，因为天色还早，不愿意吵醒上司。于是酒保没有向巴拉莱卡确认，就把人放了进去。不久之后，莫斯科旅馆的人准时来到酒吧收钱，而就在这时，短发男孩走过来，露出诡异的笑。身后的黑发男首先反应过来，但已经来不及了。男孩一斧子下去，就将金发男开膛破肚。酒吧的其他客人都吓坏了，女孩掏出一把机关枪，对着人群疯狂扫射，直到没人能动。他们将想要逃走的黑发男双腿打断，拖进车里带走。车的踪迹还在调查中，只知道是辆日本制的黑色轿车。双胞胎虽然是白人，却并非英语圈的，用奇怪的语言打招呼。巴拉莱卡让警长把这件事压下去，要是让治安军介入就麻烦了。而警长表示，为了拿悬赏金，他也要参加狩猎。大姐头被彻底惹毛了，这次死的可不是什么外围的混混，而是跟着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他以为让2人一组行动就会安全，却没想到杀手会是小孩子，于是决定今后的搜索都找外人，他绝不会让同志再牺牲了。达奇从外面回到事务所，他得到消息说巴拉莱卡准备出动游击队，莱维都惊了，这是打算将整个城市都毁灭吗？游击队是接受过第3次世界大战训练、身经百战的阿富汗战争退役兵，一旦出动，那就是一整个的杀人机器。如果游击队出动，达奇都想好直接跑路了。阴森的房间里回荡着鹅妈妈的童谣，一群男人打开门，被眼前的一幕惊骇的当场呕吐。双胞胎们正在悠闲地换着被血弄脏的衣服，一边兴致勃勃地讲述虐杀他人的乐趣。领头的毛利大吼着让他们干完活赶紧滚出去。boss 现在很生气，他们该杀的只有巴拉莱卡一个，谁让他们把整座城市搞成这样的？这对双胞胎就是彻彻底底的变态，而且养火为患。双胞胎已经计划着将他们的雇主也一并杀死了。洛克不明白，杀手已经知道得罪了什么人，还要继续行动吗？这个世界上有被称为恶种的人，这些人不做疯事就活不下去，也一定会酿成灾祸。他们的仇恨太深，以至于连自己都不知道在仇恨什么，然后将周围的一切全部毁灭殆尽。巴拉莱卡打来电话，向洛克询问双胞胎讲的是哪国的语言。洛克也是直挠头，欧洲课上好像听过，但就是记不起来。突然洛克灵光一闪，这些词语好像和吸血鬼有关。双胞胎手拉手去洗澡，然后将衣服和假发互换，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性别。带好装备，两人引入了城市的浓雾之中。洛克给了巴拉莱卡答案，通过语言得知双胞胎出自吸血鬼的故乡罗马尼亚，像是想到了什么。巴拉莱卡让手下将经营色情生意的罗旺带了过来，并从他手中拿到了250盘罗马尼亚出品的双胞胎幼童猎奇录像带。经过通宵的精神污染和变态搏斗，散之狂癫的大姐头终于找到了那对双胞胎的身份——汉塞尔和格雷特尔。当时罗马尼亚政权动荡，大量孤儿被卖到地下色情电影界拍摄变态虐杀电影，所以舆情节目让双胞胎协助收拾残局。为了不变成猪的粮食，双胞胎拼命掌握好能讨好变态们的杀人方法，最终彻底扭曲堕入了黑暗。巴拉莱卡在集装箱码头和张大哥碰面，将自己得知的情报告诉了对方。这无疑是个悲惨的故事，但也是他们设计的真实写照。他们就像是在臭水沟里，和道德正义八竿子打不着。但巴拉莱卡要的也不是正义，而是利益和信任。得知了双胞胎的身份后，幕后黑手就好查证了，对方的目标是巴拉莱卡。三合会完全是被无辜波及，但做了孽可是要还债的。巴拉莱卡准备发动战争清扫垃圾，问张大哥要不要参与。有热闹不凑白不凑，张大哥爽快答应入伙。巴拉莱卡立即吩咐下去，莫斯科旅馆和三合会联盟将在19.05发起进攻，而接下来承受三合会和莫斯科旅馆2大势力
怒火的正是利用自家起火在联络会上脱身的意大利黑手党。此时贝洛基欧也快要疯了，他的目标只有巴拉莱卡一个人，现在死的人越来越多，已经快要控制不住了。毛利提出他们就此收手，现在只要除掉双胞胎，他们还能平息这场骚乱。却没想到听到这里，暴怒的贝洛基欧先将毛利一顿暴打。他不就是为了杀死巴拉莱卡才将双胞胎叫来的吗？背后的势力对他不能在这座城市画室非常不满，如果不想办法取得主导权，他就要完了。原本出去的双胞胎突然折返，他们商量过了，巴拉莱卡是要干的。不过在此之前，他们要先拿意大利黑手党做头盘。贝洛基欧吓得满脸冷汗，数把枪同时对准了双胞胎。三合会成员将意大利老挝包围，只要张大哥一声令下，他们就冲进去。然而张大哥看着2楼的窗户，突然来了一句把头低下，下一秒一个人砸破窗户飞出来，重重砸在了车顶。这里明显已经在战斗了。张大哥挠挠头，让人联系莫斯科旅馆，工作这一下要改为狩猎了。同时莱维接到了艾达的电话，警察出动封锁了中央道路的出口。意大利那边也有动静，赶紧来一起拿赏金。莱维装备好急匆匆的出门，至于打起他们看热闹就好。虽然意大利那边出了问题，但莫斯科旅馆这边的进攻计划仍未改变，他们要为逝去的战友报仇，用 AK 将敌人的下巴轰个稀巴烂。莫斯科旅馆让三合会立刻离开现场，但是现在已经太迟了。在大门打开的瞬间，张大哥掏出双枪，冲出房间和双胞胎激情互射。毕竟手长的威力有限，张大哥一顿极限走位躲到了车后，车头被轰了个稀巴烂。好在双胞胎没有纠缠的打算，扔下张大哥走了。众多杀手埋伏在路口等待日本指示的黑色轿车经过。艾达觉得奇怪，叫来了蹲在杀手堆里的莱维。巴拉莱卡，世界上最记仇的女人为什么不在这条路上？如果真的是这里，他们早就该被清理出去了才对。双胞胎的最终目标必定是巴拉莱卡，其他行动都是顺手而为。巴拉莱卡也是要一定干翻双胞胎的，不然不会出动游击队。军人不会因为怀疑就行动，那只能说明双胞胎不会经过这里。张大哥这边属实是惨，手下没了，车也毁了。他知道巴拉莱卡不喜欢经常，于是给他们指了相反的方向。而巴拉莱卡这边也开始行动了，一辆黑色轿车急速从路口驶来，很快就遇到了埋伏的杀手们的火力围攻，汽车撞在树上彻底报废。杀手们激动地张望着，然而从驾驶室调出来的却是被伪装成双子的当地小孩。有人叫人巡警去南边了，杀手们乌泱泱地跑走。至于花钱找了替死鬼的双子，果然正朝小路去杀巴拉莱卡，并成功进入了莫斯科旅馆的埋伏圈。士兵们在大姐头的指挥下，将双胞胎朝指定路线驱赶。而不明真相的艾达和莱维冲进了搅局，让他们成功堵住了双胞胎。长发姐姐丝毫不慌地走过来，问他们的手机值多少钱，然后从包里掏出15万，想要收买艾达。艾达犹豫了，可莱维可不管这么多，管他是钱还是命，他全都要。这是一对双胞胎杀手，他们被买入地下色情界拍摄变态虐杀电影，最后成为了可怕的变态杀人狂。他们来到城里暗杀俄罗斯大姐头巴拉莱卡，却正好中了莫斯科旅馆设下的圈套。死了同志的大姐头非常生气，就连突然搅局冲进来的艾达和莱维都照打不误。双胞胎悠闲地和巴拉莱卡的人对轰，他们决定通过扰乱敌人追踪到他们的大本营，于是两人分开行动。殊不知就连混乱都在巴拉莱卡的计划之中，士兵们的任务就是要将双子引诱到目标地点，扰乱敌人，让他们热血上头，然后给予他们致命一击。巴拉莱卡让军曹扯下，这场闹剧即将落下帷幕。15万飞了，还差点被射成蜂窝的艾达骂莱维贪得无厌，两人又日常吵了起来，然后突然空虚，1分钱都没赚到，白忙活了一场。怕黑的艾达想让莱维陪他去开车，莱维才不管，拍拍屁股走人了，气得艾达对他竖中指。结果莱维前脚刚离开，一把枪就抵上了艾达的脑袋。双子之一的长发埋伏在这儿，就等他们落单。不过他并不是来杀人的，等到短发杀了巴拉莱卡，他们需要能离开这里的渠道，因为原本建议他们的意大利黑手党被他们杀了。既然雇主都已经死了，艾达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杀巴拉莱卡。长发突然哈哈大笑，问他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做，所以就做了。天刚刚亮的时候，在公园喷泉边抽了一整碗血汁的巴拉莱卡叫出了躲在树林里的双子短发。巴拉莱卡的士兵真的很优秀，和双子纠缠了这么久，一个都没被杀掉。短发掏出斧头，故意用被他们虐杀的士兵刺激巴拉莱卡，但大姐头却非常冷静。很遗憾，短发今天要死在这里。不过在此之前，他要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巴拉莱卡让短发跪下，下一秒短发的腿就被射穿了。短发惊恐的回头，举起斧子就要扔向巴拉莱卡，又是一枪轰来，打断了他整只右手。这时短发才察觉到自己已经进入了狩猎场，周围埋伏的全部都是狙击手，从踏进来的一刻就会注定死在这里。短发听到这里就笑了，他是不会死的，他们是踩着很多的尸体走过来的，掠夺了无数条生命，他们能靠那些生命一直活下去，他们是不灭的，是永远。为了死去的部下，巴拉莱卡本可以残酷的折磨他，但是他没这么低贱，所以只会静静的看着他死。再过10分钟不到，短发就会因为失血而亡，只有在他死后的数分钟后，才能为他牺牲的同志镇魂。巴拉莱卡疲惫的扶额，这是永远无法理解这个的吧。短发趴在地上痛苦的哭了出来，最终停止了呼吸。一旁观望的军曹吓出一身冷汗。巴拉莱卡只觉得很累。短发被莫斯科旅馆射杀，而长发通过威胁艾达搭上了黑胶的顺风船。他在船舱里唱着歌，天使一样的歌声完全无法和变态杀人狂联系在一起。黑胶小队接下长发的委托，送他离开。莱维在船舱口守着，而洛克则和长发
待在一起。长发的洛克面前就像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她能感觉到洛克不一样，就像从其他世界来的。她懂得分辨好人。很快，黑胶带走长发的事就被大姐头知道了。巴达莱卡质问达奇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达奇表示只是个委托。他们这一次立场不同。很快，贝尼就在航路南方发现了莫斯科旅馆的导弹舰，他们为了避开追捕，就只能改变航路，前往潘卡卢比的艾露洛伊娜。长发有些沮丧，明明到了海上却看不见大海，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海。他出生在乌云密布的山石里，无论在孤儿院还是西西里岛，看到的总是灰色的高墙。罗马尼亚的某位独裁者向公民发布了禁止人工流产的禁令，原本是想为贫穷的国家创造劳动力，但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大量弃儿被国营孤儿院收养，成为秘密警察的要员供给地。后来独裁者被推翻，孤儿们被西西里岛接收，今后就一直生活在血与黑暗之中。每一个被打得半死的晚上，双子都在想，神明为什么要让他们这么痛苦？其他孩子们被拖到面前，要他们用球棒猛砸的时候，大人在笑，他们也跟着笑了。那一刻，他们明白了，这个世界是靠杀人运转起来的，循环着杀或者杀的圆环。洛克问他，哥哥死了不觉得悲伤吗？长发摘下假发，声音也随之改变。你在说什么？哥哥不就在这里吗？他们是同在的，永远不会死，在永远持续着圆环上永远的杀戮，永远存在于这个杀戮的世界。他不会觉得悲伤，血的味道到现在都很喜欢。洛克心疼的一把抱住长发，不对的，世界其实是为了让你们幸福而存在的，血和黑暗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并非一切。长发红着脸让洛克不要伤心，他第一次遇见像洛克这么善良的人。长发掀起裙子，露出自己的下半身，他愿意给洛克谢礼。而看到长发裙下的样子之后，洛克惊恐的捂住嘴，一言不发的摔门走了。莱维毫不犹豫给了长发一拳，他其实和大姐头有同样的想法，觉得双子该死，如果再敢招惹洛克就杀了他。长发见到莱维后也是马上变脸，他闻得出来莱维和他是同类。洛克跑到甲板上无能狂怒，不明白双子要被这样对待，甚至起了领养这孩子的心思。贝尼劝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孩子已经无法金盆洗手了，如果当初有谁能对他们好点，他们就能过上正常的童年，但事实却未能如此，所以这件事只能这么落幕。鱼雷艇靠岸和负责中转的艾洛伊接头，接下来他会带长发离开这里。长发笑着和洛克告别，突然一声枪响，艾洛伊一枪正中长发脑袋，满头是血的长发呆着的望着天空，倒在了码头上。艾洛伊接管了莫斯科旅馆的悬赏，他的儿子得了癌症，得到了一笔不错报酬的艾洛伊决定不干了，这是他的最后一个任务，而黑胶的后路职责也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达奇让洛克拿帆布把尸体盖起来，但洛克却说这样就很好，让他仰望着蓝色的天空，远眺着大海沉睡吧。这种黑暗地带里最赚钱的生意莫过于枪毒以及假钞。美国的黑帮大佬猫王雇佣了伪钞制造者真制造假钞，然而20万美金花出去，2个月时间过去了，对方却以假钞质量不好而不肯交货，于是猫王上门威胁，还杀了真的程序员同伴，如果他不能在2天之内给一个交代，等待他的将是同样的下场。真当然不会坐以待毙。第二天，趁着看守上厕所的功夫，他将一人堵在厕所，砸晕另一人后逃了出去。莱维一大早被岛上的鬼天气热醒，满地的酒瓶子和子弹，房间被打得全是弹孔，承受了太多攻击的空调更是直接罢工。于是莱维跑到教会和艾达喝酒鬼扯，然而教会也没有空调，两人热得满头大汗。艾达八卦地问莱维和洛克的进展如何，莱维不耐烦地抱怨，来这里1年了，西装也不脱，放到敌人面前还总被抓去做人质，一天天的没啥好事。谁想听到这个？艾达问的是那方面的进度，你们到底做没做过？莱维低头装睡，你俩要是真没一团，鬼都不信。教堂大门被急促的敲响，真不知怎么跑到了这里，狂敲大门求救。和莱维猜拳输了，艾达才不情愿的去开门，一下把真推了个狗吃屎。这里可不是什么慈善教会，神今天休假，真纠缠着要艾达救救他，他正在被人追杀，艾达根本不想鸟他。正准备关门的时候，猫王突然赶到，一枪打在艾达旁边的门上，还好巧不巧穿透了莱维的酒杯，刚来就惹了这座城里最不能惹的3个女人之二。一路走好，阿门。中间人罗伯斯刚刚劝猫王别动手，莱维跑过来把枪扔给艾达，两人二话不说对着猫王一顿扫射。本来天气热就烦，就让还有不长眼的敢对他们出手，被激怒的女人可怕的要命，手枪愣是打出了自动步枪的效果。急慌慌跑到车后找掩护的猫王手下愣是连开枪的机会都没有，见习神父丽卡更是扛来了重机枪。罗伯斯大喊让他们停手，这一切都是误会，结果适得其反的火上浇油，把莱维和艾达都气出炎意了。这种事是误会，对着教会开枪就别想着不缺胳膊少腿的回去。加特林一出，完全火力碾压。罗伯斯大喊上帝呀，教会里的耶和华没眼看，这么大动静自然惊动了老修女，这位也是个不好惹的主，掏出黄金沙鹰跟着加入战斗。南无加特林菩萨，北无 AKM 耶稣，猫王只能在火力碾压下落荒而逃。至于将猫王引来的针，自然成为了重点审问对象。猫王委托给的任务是救美元的伪造，伪钞的设计团队分散在各地，通过网络联系，而他是负责统筹的队长。针对假钞的要求极高，一心想要做出完美的假钞，但是猫王给出的条件和设备都非常差，而且连最基本的耐心都没有。真大谈特谈假钞的制造工艺，听得艾达和莱维逐渐暴躁。简单来说就是太过追求完美的真制作假钞，需要花费相当多的钱和时间。但猫王不耐烦了，他需要看得下去的速成品。听完之后，大家都觉得是真的问题，是他没有遵守约定。真气的脸红，他就知道这群一天到晚摆弄枪的人无法理解他，结果被莱
莱维用枪一指就怂了。修女无意掺和这件事，让真去委托黑胶用包里的钞票原版让黑胶帮他跑路。真想把假钞卖给教会被拒绝，莱维也不想接这活，让真自生自灭去。真一扭头提包走人，但如今外面危机四伏，他的脑袋随时都有可能开花。艾达推给了他一家旅店，只要报上教会的名字就有空房间住。不过真要向教会捐$300，这可不是艾达大发善心。真一离开，艾达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问起了真的悬赏，然后转头就把人卖了。乡下人果然好骗，被教会打到住院的猫王自然不会放弃真这棵摇钱树，将抓捕真的任务交给了牛仔拉仔鲁。莱维嫌弃艾达赚钱的手法太脏，必须分他一半，但艾达却说这钱还没赚完，他还有更妙的赚钱办法。两个人走出酒吧，和进门的拉塞鲁擦肩而过，只顾赚钱的两人没发现这座酒吧里已经聚集了各路人物，他们都是被猫王雇佣前来抓捕真的杀手。真的位置已经查明，他们要做的就是把真活着带回来。大家都是道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旗袍姐姐香华、清道夫索亚以及各种能人异士，堪比大型人才招募现场。他们对于拉塞鲁的嚣张态度非常不满，美国佬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态度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把拉塞鲁气得不轻。至于艾达这边，让洛克开车把他们带到了一处巷子里，说只要在这里等着，就会有好事上门。这是个聚集着全世界恶棍中的恶棍、弱肉强食的邪恶之都，是以堕落活死人的住所。洛克作为一介平凡社畜能存活至今，完全是因为加入了在这里有一席之地的黑胶小队。这座城市的名字闻名于恶棍之口，但打算在这里竖起一面旗帜者，多数无法回归故乡。对贸然趟进这道浑水的混混而言，有着过于残酷的命运在等着他们。而现在迷途进来的羔羊又出现了，月黑风高杀人夜，这里今晚聚集了众多知名或不知名的杀手，一人$1000，为的就是抓到假钞制造者真。修女艾达收了300中介费给真介绍了住处，转头又把真的位置卖了出去赚2手。而现在他居然想一鱼三吃，又拉着莱维和洛克在真住的旅馆巷子里，需要等$100万的陷阱。洛克觉得待会儿肯定又有枪战，莱维完全不信艾达的鬼话，根本没人会来这儿好吗？艾达凑上去调戏洛克，被护士的莱维面色不善的威胁。时间也差不多了，艾达总算愿意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两人。简单来说，就是你以为我只算计了真一边吗？不，其实我两边都算计了。艾达告诉那群杀手正确的旅馆和错误的房间号，所以杀手做了充足的准备，闯入的却只是真隔壁空无一人的房间，而真会被枪声惊醒。按照他的性格，绝对会出门查看情况，然后和杀手面面相觑。不过真会很快反锁上防火门，为自己争取时间。艾达早就在房间里给他做了多种提示，真只需要按照提示顺着排水管逃走，然后沿着艾达贴的纸条一路逃跑，就会有大概率跑到他们现在的所在地。莱维觉得艾达纯属胡扯，他可不想的陪他耗下去，让洛克开车回家睡觉。然而就在洛克发动引擎准备离开的时候，真居然真的从巷子里跑了出来。真一路夺命狂奔，艾达靠着车窗吹小风，哟，好巧啊，真都给气哭了。好你个浓眉大耳的修女，居然算计我！艾达从一开始看上的就是真手里的原版，只要艾达交出原版，他保证出手救人。小命当前，真也只好答应。契约成立，艾达停下让真上车。这下追击真的混混们也懵了，试图劝说艾达也入伙。艾达一把枪把混混老大爆头，谁看得上这点小钱？他要赚的可是$100万。接下来就是莱维的炫技时间，洛克开车在枪林弹雨中直冲海边。一听艾达和莱维居然加入了对面，众人知道事情变得麻烦了。这下倒好了，首鹿变成了兽虎。香花要求罗素把报酬提高到3万，否则他们都要收手。罗素大骂他们胆小，不过两个混混加入就要涨价。香花扔出砍刀警告，这里可不是他的佛罗里达，那两个人也不是他想的在墙壁上涂鸦的普通混混，他们也不是。如果不愿意，他就自己去干吧。罗素也不甘示弱，听这话，香花和那两人还认识呀？香花笑了，这座城里不认识他俩的就只有外来的蠢货。给罗伯斯打个电话他就明白了。洛克开车带着几人前往港口，真害怕艾达又把他卖了。不过艾达这次是真的没这打算，在委托黑胶用鱼雷艇将真送出去。不过到了港口却并没有看到什么船，原来达奇和贝尼接到一个临时委托，开船出去办事了。神算艾达也有失算的时候，他们只好先去船屋联系达奇。艾达嚷嚷着要喝达奇珍藏的酒，被莱维大骂。听莱维接了这么桩生意，达奇这边也只能违约扔掉刚才接到的货物，全速回赶。好在一切损失都由暴力教会买单。真躲在仓库里试图入侵自己的金库，结果那个被杀的程序员设置的防火墙太离谱，他现在居然连自己的钱都取不出来。杀手们已经聚集在了仓库外。罗伯斯打电话给达奇连连道歉，那些美国人根本不明白这是什么地方，他们需要恶棍中的恶棍的洗练。贝尼有些伤感，这座城市里的人最后都要被染上恶棍的颜色，他还以为自己和洛克是例外呢。达奇笑了，他可是早就发现了隐藏在他和洛克深处的东西。三人悄无声息的率先对仓库发起攻击，壮汉手持加特林对门内狂轰滥炸。然而莱维和艾达早有准备，埋伏在门口回击。见两人击退了前锋，用车当掩护的一队人接着开枪射击。黑胶新修好的车又被轰了个千疮百孔，轰的一声壮烈牺牲。紧接着对面屋顶也开始扫射，莱维顾不过来，让洛克先带着真去后门。洛克如今也算得上是经验丰富，二话不说拉起针就走，却没想到还没碰到后门，一把电锯
锯直接锯了过来。电锯手索亚破门而入，直逼两人。洛克身上枪都没带，一见这堪比德州电锯杀人狂的场面，当场就吓软了。莱维见势不妙，只能冒险赶去支援，但还是晚了一步，眼看就要被电锯分尸。洛克拽过一旁的铁架，勉强挡下电锯。真见此情景，二话不说夺门而逃。当然还没出去，就遇到了玩火的胖子拦路，被火烧屁股撵了回来，在房子里一顿乱窜，最后还是躲在了莱维身边。莱维靠打盲枪逼退了索亚，外面的人射击不停，大要将他们射成马蜂窝的趋势。无奈的人连移动都做不到，莱维只好把用来卖的榴弹枪踹给艾达，几发榴弹下去，总算逼退了天台的枪手。洛克拉下通往屋顶的梯子送针上去，莱维和艾达留下断后，现在出去只会成为靶子。突然有什么烧焦的味道传来，胖子居然用喷枪把通往船屋的后门给烧了，这一下后路全断，只剩下屋顶一条路。敌人自然也不会放任自己的猎物被烧焦，所以接下来他们肯定会有一次全体射击。等他们躲起来时冲进来扫荡，莱维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但就在他准备去关灯的时候，一柄砍刀从窗外飞进来，划上了莱维的脸颊。莱维一下就认出出手的是香华，没想到居然遇到了最难缠的刀斧手。莱维通过喊话确定了香华的位置，下面的火马上要烧上来了。他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解决香华之后赶紧突围。莱维表示自己会将香华引到正面，到时候就要靠艾达出手解决。两个人一机枪合作开始，莱维不断开枪将香华逼到窗户前。就在香华的身影掠过窗户的瞬间，艾达一枪开出，洛克带着针爬上屋顶，这已经是最后的路了。针问洛克这就是他的计划吗？难道会有金锁链从天而降？洛克让他闭嘴，他正想着呢，香华似乎中了艾达一枪，从2楼摔落。而就在艾达探出窗户的瞬间，砍刀上的绳索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如果不是莱维扯着绳子分担了重量，艾达的头估计要被扯下来了。而这正好中了香华的计，索亚趁机到楼顶并毁掉楼梯。这边只是诱饵，艾达让莱维赶紧去支援洛克，将枪递给艾达之后，莱维离开，香华则顺着绳子掉了回来。艾达大喊着让莱维动手，但香华早就看出来了，莱维根本就不在，他才不给艾达拖延时间。傻修女要下地狱又怎样？反正他信的是道教，但这一次他算错了。就在他即将挥刀之际，莱维猛地撞破他身后的玻璃，香华毫不犹豫给了莱维3刀，紧接着回身对付莱维。艾达突然掏出枪对着他就是一梭子，被击中的香华从楼上跌落，生死不明。莱维大叫着拔出插在身上的飞刀，赶紧就支援洛克。鱼雷艇正在全力驶向港口，看到港口的情况之后，打起破口大骂哪儿的混蛋在他的船坞上开土州宴会。索亚在屋顶上追上洛克和针，两个菜鸡毫无抵抗之力，洛克只能想办法引索亚去踩腐烂的屋顶，却没想到索亚今天心情好，突然化身欢乐喜剧人，开始边踱步边说废话，反正就是不往那块腐烂的木板上踏。洛克和针急得满头大汗，眼看索亚扯着电锯朝他们逼近，突然楼下的火引爆了仓库里的炸药，导致半个屋顶被炸毁。索亚一摸口袋，发现自己的发声器不见了，没了发声器的索亚当场成为社恐，人也不杀了，抓狂的扔掉电锯后当场自闭。洛克就这样莫名其妙的逃过一劫。莱维和艾达上来后没几秒，屋顶就被火烧塌了，几人坐在屋顶上体验索命滑滑梯。中二杀手罗顿冒了出来，不过还没等他做完自我介绍，就被莱维一枪打了出去，船坞彻底塌了。好在大家都平安无事，正好鱼雷艇即将靠岸，几个人撒丫子就往码头跑，罗素大人在后面追，打起手持榴弹轰掉了一部分。鱼雷艇在靠近码头的瞬间180度转弯回航，洛克几人跃上了船，但同时还有不少人也跟了上来。罗顿因为穿了防弹衣而捡回一命，还顺便救起了重伤的香华和自闭的索亚。病床上，猫王大喊着叫来罗伯斯，要打电话叫来本国的兵队。罗伯斯唯唯诺诺的答应，转头露出了胸口的枪柄。黑胶成员和罗素几人在船上展开了激烈的枪战。洛克先带着针进了船舱，贝尼热情的将针请进了自己的房间。达奇回到操纵席，要给这些客人来一场甩牛。莱维把绳子系在船上，让艾达抓紧。下一秒，船开始剧烈的侧翻摆动起来，不少人都被甩下了船。当然，还有一个无比顽强的，仍在不停的对莱维开枪。偏偏这个时候，莱维的子弹用完了。达奇递过来一把锤子，莱维使用工人的力量把人砸下船。现在船上还剩2个敌人，莱维对付会喷火的胖子，艾达去引擎室找罗素。刚上船就体验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真大受震撼。距离目的地码头还有8个小时，这让洛克把他的包拿来。洛克也懵了，你的包不是你自己拿的吗？没想到居然把包忘在了船坞。真这一下急了，包里装着电脑，没有电脑这就没有原版呢。原来原版根本不在他手里，而是在网海里，他需要统筹分散的各地设计者资料并打印出来。但是现在资料管理者死了，密码又每天都在变，原版根本拿不出来。黑胶拿了暴力教会的报酬还好说，但要是让艾达知道没有原版，肯定会用钉子和木板把它做成耶稣像。珍妮要借贝尼的电脑再试一下，对于技术宅来说，电脑就是老婆，贝尼当然不会把老婆借出去，但如果他来操作的话就另当别论了。他倒想看看防护设的有多严密。艾达找到罗素的时候，这个二五仔正因为找不到出口而狂拆引擎，两个男人为了争夺原版开始激情互射，胖子正手持喷筒到处乱喷，莱维根本无法靠近，只能让达奇再来一次甩牛。这个胖子是个彻底的变态，他杀人只是为了享受血肉交火的味道，试着亲手烧死
死了自己的妻子。可惜这次他遇到的是莱威，莱威拴紧自己打出信号，打气立刻翻船将胖子甩飞，莱威趁机一颗子弹将其贯穿，胖子就和喷火器一起在空中炸成了一朵烟花。又经历了一次颠簸的真确定这就是在谋杀他。而贝尼经过一番操作之后，居然真的成功破解了密码。珍妮高兴地抱着贝尼就是一记深吻当奖励，两人旁若无人地吻在一起，看得洛克人都傻了。这一次甩牛甩走了罗素的枪和艾达的墨镜，胜负已定。罗素死在这里之后，罗伯斯会去处理猫王。看着没戴墨镜的艾达，罗素突然愣住了。他对艾达这张脸有印象，好像是在某次上议院的会餐上，一个穿着黑色礼服的女人正在和上司谈论国家机密，而这个女人和艾达长得一模一样。艾达矢口否认，她不过是暴力教会的一名修女。不过一件事她可以告诉罗素，那就是她出生于维尼吉亚的兰利，那里传说中美国 CAI 的总部。罗素终于意识到了什么，但下一秒就被一枪爆头。艾达从引擎室出来，莱维问他有没有好好送敌人下地狱。艾达向他展示了破洞的牛仔帽。上帝在上，今天又是和平的一天呐。成为海盗1年后，洛克和莱维在新年之际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东京，不过不是探亲，而是作为巴拉莱卡的翻译，跟随想要涉足日本的莫斯科旅馆和黑帮交涉。只能说不愧是高等社畜，同声传译恐怖如斯。当区海盗实在是屈才了，关东和平会主张驱逐外国势力，但以板东为首的旧风族为了压制乡下会，决定和莫斯科旅馆合作。旧风族借助巴拉莱卡的背景扩充势力，而他们则在这座城市点上一盏新灯。巴拉莱卡为了展现实力，一通电话下去，乡下会的一家俱乐部瞬间被炸毁。旧风族都傻了，我去，一开始就玩这么猛，左膀右臂吓得要掏枪。这女人明显是个疯的，而大姐头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偷偷摸摸的，这是他们莫斯科旅馆的示威行为，他们是为了将阻碍前进道路的一切摧毁而来到这里的。板东对此没有异议，认为这正好作为旧风族抬头的大烟花。会谈结束，洛克有些担心，他不希望自己的故乡变为战场，因为最近岛上没有什么大的纠纷，巴拉莱卡才会把手伸向日本。他可是只要有战争打起来就什么都不顾的类型。因为是年初，莱维看着路边的庙会很新鲜，于是中途两人下车去逛庙会。莱维在打靶上如鱼得水，见洛克面露怀念，就问他是不是在想念亲人。洛克说自从他上那艘贼船已经有1年了，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最熟悉的地方却给他一种异国他乡的感觉。他和家人的关系不算好，大哥很厉害，去了省厅做事，但他却落榜进了普通公司，所以他对家庭也没抱太大的希望。你这个普通公司员工指的是掌握多国语言和谈判技巧的高级社畜吗？莱维觉得这些都无所谓，他在双亲还活着就去见一面，趁他的手还没脏，不然之后总有一天就再也见不到了。在他看来，洛克的家庭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家，不用偷盗也不用杀人都能好好的活着。洛克说自己已经算不上正经了，和莱维同流合污就是最好的证据。莱维露出一抹苦笑，继续打字的奖品，结果也不知道是不是娃娃里装了东西，子弹被反弹了回来，莱维硬是用枪管给捅了下去。他让洛克上去要1等奖的奖品，但老板却以莱维出千为由拒绝兑换。恰好莱维和老板都还是暴脾气，就算语言不通也愣是靠着国际手势吵了起来。一个墨镜壮汉过来调解，这大过年的吵吵嚷嚷都不好。莱维这脾气当然不听劝，墨镜壮汉一看也不是一般人，两人眼看就要当街打起来。跟在壮汉身边的女孩突然开口问他们要不要喝甜酒，大冷天站着说话也不好，洛克也举手赞成，于是一人捧了一杯热甜酒坐在一起，吵也吵不起来了。女孩叫雪旭，还是个学生，父亲是这里的摊主，壮汉和阿银则是父亲的学徒，帮忙在会场维持秩序。他看出莱维并不是日本人，于是问了两人的来历。莱维是美籍华人，洛克说自己在小公司就职，来这里给俄罗斯人做翻译工作。莱维则是他的同事。话虽如此，阿银却一眼看出莱维不是普通人，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同类的味道。不过阿银没有多说，事情解决后就带着雪旭离开了。莫斯科旅馆袭击了香沙会事务所，半小时后警察赶到封锁现场，旧风组已经记录下警方的无线电内容，详细情况还有等洛克翻译。日本这块地其实一直归莫斯科头目巴里西，但他却没能管好，巴拉莱卡这才带着手下介入。巴里西对巴拉莱卡的嚣张歹徒非常不满，一听对方说他是靠钱上位的，更是直接破防，大骂巴拉莱卡是军人母狗，居然想不开去惹大姐头。巴拉莱卡转身摁着巴里西的脑袋砸在桌子上。他在市场有2样东西无法忍受，一是冷掉的俄式薄煎饼，二是没胆的保安局。如果不想中枪，就低下他的脑袋。板东找到看他的阿银，问他这生意还要做到什么时候。阿银觉得这比贩毒卖淫要好得多。板东反问他，难道他觉得是自己喜欢才去做的吗？前任组长收留了从京都过来的他，但3年前组长倒下之后，组内经济就一直很困难，他留在这个连保护费都收不全的
组里，是因为与老大前任沙乡会会长喝过结义酒，上头的家伙们不允许任何人继位组长，但事情总要有人去做。阿莹总是说插手肮脏的生意和黑道的耻辱，但前提是得先有招牌可以去侮辱。板东说自己在和俄罗斯人搞大生意，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希望阿莹能够出手，再让他见识一下手握白小大名鼎鼎的刽子手。因此阿莹很感谢板东出钱照顾小姐。板东说的他也不是很明白，但是要板东做的事没有半点仁义可言。他当初愿意追随老大，就是因为对方有仁有义。见说不动对方，板东只好离开。见板东提起俄罗斯人，阿姨问他们是不是带了翻译，说是个由凶恶美人守着的老实人小哥后，阿英似乎明白了什么。洛克在莱维的建议下，还是准备回一趟老家。莱维喝着咖啡，在附近的公园等他，正好一群孩子跑过来玩枪战游戏，莱维来了兴趣，孩子们闹了起来。结果正演示中枪的反应，洛克就回来了。莱维羞红了脸，拽着洛克逃离现场，还警告他不许告诉别人。洛克回了家，可惜家里人都不在，最后还是没有见到。莱维不明白洛克为什么不回去，那里明明更适合他才对。莫斯科旅馆颇有计划地袭击着香沙会基地，板东约了巴拉莱卡在 SM 秀上见面。香沙会是个庞大的组织，这种程度还不足以消灭他们。巴拉莱卡决定开启第二阶段，转变攻击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封锁资金源头，关闭对方来钱的店铺和各种场所。当然，这只不过是障眼法，而他们真正的目标则是绑架香沙会会长香沙正己的家人。板东听完也傻了，这个是真的不行。他们的目的是缓和香沙会施加给旧风组的压力，只要适当的大闹一场，剩下的就能通过谈判解决。但是巴拉莱卡做的太绝，就连一点回转的余地都没有了。巴拉莱卡听后哈哈大笑，看来这群人还没有明白，他们无条件的行使权利，追求利润，承担风险，一切的决定权不在旧风组手上，而在他们手上。板东知道自己是在与虎谋皮，这种时候他也不知如何是好。而就在这时，金发男突然大声接起了电话，惹得众人纷纷斥责。晚上雪旭还在图书馆读书，他非常喜欢读书，什么哲学、古典之类的深奥书籍，但是他并不喜欢恐怖的，他讨厌能联想到夜晚的东西，讨厌漆黑、冰冷和悲伤，这一点都不浪漫。板东暂时无法给出巴拉莱卡答复，所以希望对方给他一点时间思考。大姐头也象征性的给了对方一点脸。而就在这时，那个黄毛火枪手居然看上了一旁的莱维，知道对方是从岛上来的保镖更感兴趣，似乎听见了尸体在说话。会谈之后就是社交时间，翻译还不能走，洛克去上厕所，莱维在外面等他。不出所料的，火枪手跑来调戏莱维，问他有没有朝人开过枪，他可杀了10个人呢，是吗？那你好勇哦，吃2手烟去吗你？莱维都不想理他。洛克出来见有人纠缠莱维，就准备带他离开，但火枪手居然把气都撒在了洛克身上，对着洛克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一边踹一边挑衅莱维。就在莱维准备一枪把这个崽种送上西天的时候，板东赶到制止了火枪手。无能的长官和无视命令的士兵，只要是放在战场上早就死了。洛克忍了这哑巴亏，因为他知道火枪手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诱莱维开枪，如果莱维动手就正中对方下怀了。莱维很欣慰，他不准备先出手，但也绝不会善罢甘休，一旦对方再次对他们出手，他可不会手下留情。会议结束后，板东跑去阿银家做饭，他们的本意是想让香沙会见点血，等到时机成熟，和平会来让步调停，他们只需要赔点钱就能息事宁人。但俄罗斯人来这么一出，无疑让事情变得更难了。洛克出去帮贝尼采购特产，顺便打电话让他把莱维的枪送来，这里可算不上太平，因为积雪电车停运，洛克正打算打车回去，就正好在站台遇上了雪旭，于是两人到咖啡馆边喝边聊。雪旭得知洛克没有回家，觉得洛克就像以前的自己，以前的他也讨厌自己的家，但他现在明白了，那就是自己的归属。洛克也不清楚，他想要抛弃却留恋太多，也没有向前踏出一步的勇气。人就像是骰子一样，要自己把自己投出去，自己决定方向，因为能做到这一点，人才是自由的。大家的境遇虽然不同，但不管怎样细微的选择，却都能把自己投出去，并为偶然和顺其自然，而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洛克觉得雪旭说的好深奥，正巧阿银给雪旭打来电话，说板东先生来了。一听到板东的名字，洛克惊住了，心里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临走前，他问雪旭的姓是什么，雪旭告诉他姓旧风。没错，雪旭就是已死旧风组组长的女儿，旧风组的大小姐。旧风组组长死后，不少人来趁火打劫，向他们施压，认为只有旧风家的直系血脉才能继承组长之位，但直系血脉只有雪旭一人，而雪旭又不可能上位。从雪旭家出来后，就一直有警察跟着板东，这件事明显已经惊动了警方。莫斯科旅馆根本不收手，刚把被警察传讯的香沙分家车子在警察局门口给炸了。早上就有警察去了旧风组调查，巴拉莱卡下令将部队转移。洛克想知道，如果旧风组违约会怎么样？大姐头让他少管闲事。莱维倒是帮着洛克说话，都是自己人，反正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如果旧风组不长眼，不过是名单上多加一人的事，工作不变，事事太平。放学后，雪旭约了同学在图书馆学习，但满脑子都是昨晚的事。阿英让他警惕洛克，对方也是俄罗斯的人。傍晚的时候，板东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他穿好衣服，带着武器，将金手表扔给小弟，让对方今后有什么事都去找阿银，之后就壮士断腕一样的离开了。第二天一早，板东的人头被装在箱子
子里放在了事务所门口。小弟来找阿英说明情况之后，还要面对香沙会的责难，他们今后该怎么办？洛克这一觉睡得并不安稳，他和巴拉莱卡在地下车库的时候遭到了板东的袭击，然而巴拉莱卡早有预料的勒住了板东的脖子，让洛克给他翻译，他自始至终谋求的都是破坏和镇压，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没兴趣，紧接着就杀死了板东。洛克被莱维叫醒，他们马上就要搬家，莫斯科旅馆干劲十足，暴风雪马上就要来了。而经历过这一切之后，雪旭也知道自己不能逃避了，他下定决心接手旧风组，步入黑暗。她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女人之一，出生于前苏联军人家族中的巴拉莱卡，在很小的时候为了恢复父亲的声誉而选择参军，在经历无数战场后，她成了一名冷酷的军人。但是从阿富汗战场回来之后，国家解体，被开除军籍的巴拉莱卡一蹶不振，他的部下也陷入到极端的落魄和贫困中。在他分队长因为负债被杀之后，巴拉莱卡终于醒悟过来，带着军队加入了俄罗斯黑帮。在那共同目的以来，他们已经走过了无数的战场，如今涉足日本，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旧风组的新任组长。雪旭和学妹从图书馆出来，抬头赞了一句夜色不错。学妹有些惊讶，雪旭不是不喜欢雪夜的吗？雪旭突然捧起学妹的脸，要她和母亲好好相处。几辆车子驶过院子，将门口的空地围满。在旧风组的簇拥下，旧风组新任组长旧风雪旭告别学妹，坐车离开。他的眼神变得无比沉重，学妹彻底懵了。温柔学姐竟然是黑帮老大，这是不是太刺激了点？雪旭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巴拉莱卡的踪迹，但是对方隐藏得很好，常规手法根本找不到。虽然已经决定踏入黑暗，但看着窗外的夜景，雪旭还是忍不住落下了泪。他向吉田表示感谢，吉田就是板东死后前来报信的小弟。雪旭在板东死后召开会议，宣布要为板东报仇，但多数组员都持沉默态度。多亏了吉田站出为雪旭出头，和板东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雪旭都愿意站出来为老大出头，但身边的人居然连个命都舍不得。之后阿银担任先锋，单独行动，莫斯科旅馆在巴拉莱卡的指挥下全部撤走，但以巴里为首的另一派俄罗斯黑帮可是倒了大霉，因为联系不上巴拉莱卡，首先提出先向莫斯科旅馆听取指示，结果被生气的巴西里刺穿了手掌。因为巴拉莱卡到处煽风点火，导致大头目对他失去了信任，因为他憎恨着俄罗斯军方的走狗，像巴里这种人他是不可能放过的。几辆车停在餐厅外，巴里西察觉到不妙，立刻喊一声趴下。旧风组手持机枪朝店内疯狂扫射，第一轮开路之后，就轮到了银的登场时间。阿银是真正的武士，用刀的高手，一众人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被砍杀。巴里西也因为不会日语，提供不了情报被杀。这告诉我们，学好一门外语多么重要，关键时候能保命啊！莱维从美军基地拿到了贝尼给他邮过来的枪，回来后看到洛克脸色不好，出租车上正报道着数名外国人死伤事件。巴拉莱卡希望的混战终究还是开始了。洛克放心不下雪旭，想要莱维陪他去看看。莱维脸色也沉了下来，他让洛克好好想想他们的立场。雪旭既然是旧风组的人，就一定会被卷入到这个漩涡中。按照巴拉莱卡做事的风格，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雪旭和他们不同，只是个普通的女孩。莱维问他有什么不同，他已经是这边的人了。而巴拉莱卡准备按照黑帮的作风处理，没有什么不同的。莱维的表情变得很悲伤，他提醒洛克，这里是分水岭，要是越过了这儿，可就没有路可以回去了，他明白吗？说完之后，莱维又是一阵挠头，让洛克忘了之前说的，他在这里只是洛克的枪，他的职责就是保护洛克的安全，而不是干涉他的理念，所以他会陪洛克去的。巴拉莱卡贿赂了酒店服务生，让他除了俄罗斯大使馆以外的电话都不接。巴里西被杀的事，他们当然已经知道，而这也正是巴拉莱卡想要的，暴力的领域将由他们来执行。吉田来送雪旭回家，结果一推开门，火枪手居然早就已经到了。吉田生气地骂他不懂规矩，此时的他还没有察觉出不对劲，然而进屋一看，屋里居然围满了小混混。吉田以为这是他找来的帮手，没想到火枪手对着吉田就是一枪。原来他看旧风组没前途，居然想挟持雪旭去投靠香沙会或俄罗斯。吉田抱着火枪手的腿让雪旭快跑，却被火枪手乱枪打死。雪旭逃跑的时候撞倒了一个花头巾，结果被对方一阵拳打脚踢。见此，火枪手拎起罐子砸在了花头巾头上，拽着花头巾边打边笑。雪旭如果不好好听话，可是会吃苦头的。洛克和莱维来到雪旭家，刚一下车，莱维就警戒地掏出了枪，周围都是熟悉的味道。这时洛克才发现门口全都是凌乱的脚印。洛克不管不顾地冲进屋内，然而屋里除了已经死的吉田，已经空无一人了。如果是巴拉莱卡动的手，雪旭也应该死在这里了才对。莱维仔细观察了枪口，发现并不属于大铁头和俄罗斯黑帮的枪，而是大口径的左轮手枪。用这种爱显摆手枪的只有一个。而就在这时，阿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两人背后，挥刀朝着莱维的脖子砍去。莱维反应
极快的握枪回头，两人僵持着。阿英觉得很奇怪，他并没有在莱维身上闻到火药味。洛克赶紧解释不是他们开的枪，莫斯科旅馆也没到，出手的是其他人。阿英也不管洛克说想要救雪旭，收了刀就要离开。洛克问他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车子的声音，外面的地上全都是车印子。从留在现场的脚印来看，对方也是从远处大规模前来的。阿英单枪匹马前往根本来不及，绑架雪旭的是他们自己人，肯定已经做好了对付他的准备。莱维是一流的枪手，和他们合作百利无害。阿英也觉得是这个道理，于是莱维偷了一辆车，在阿英的导航下的路上飞驰。阿英问洛克为什么要帮他，洛克只觉得雪旭不适合待在这里，他应该去过普通的生活。火枪手和小混混聚集在保龄球馆里玩脱衣游戏，雪旭马上要被脱光的时候，洛克几人总算赶到了。莱维让洛克去后门随机应变，他和阿英从正面进攻，语言不通没问题，战斗一开始身体就会依靠本能行动，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莱维和阿英的甜蜜双排就此开始，场子一砸，大门一踹，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我们俩包围了。看到大小姐被欺负成这样，阿英彻底怒了，两人合作着，没一会儿就杀光了在场的所有小混混。火枪手见势不妙，把小弟推出去挡枪后，急着雪旭逃走，结果在下楼梯的时候踩到洗发露，摔倒在地。早就埋伏好的洛克抽起保龄球，对着火枪手的脑袋重重砸下，雪旭都看呆了。现在这里的情况可以说是一团糟。莱维提议他们分头行动，将这个地方扫荡一遍，之后在泳池汇合。于是阿银先离开，莱维笑眯眯的对剩下的混混开启了屠杀，没人能从这里离开。火枪手被洛克砸了脑袋，心情非常不好，没想到事情居然会闹成这样，计划也被搞得一团糟。小弟受够了和他混，想要离开，结果被火枪手毫不留情的打死。莱维抽着烟出现在火枪手身后，他现在对这个人渣的评价更低了。火枪手即使现在依旧普信，拿起罐子就要和莱维比枪法，结果他倒数还没数完，莱维飞起一脚将他踹得鼻血横流，当自己是西部牛仔的搁这搞对决，谁有时间陪他这种连三流都不如的贱货？莱维决定让阿银来处理这名叛徒。火枪手追着莱维来到体育馆，阿银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两人互骂了几句，阿银手握刀鞘，决斗开始。而就在火枪手扣动扳机的瞬间，阿银挥刀而出，居然直接将子弹劈成了两半。火枪手甚至都没反应过来，阿银已经瞬移到了他面前，直接斩断了他的双手，将他打进了泳池里。火枪手不断的挣扎着，血很快染红了泳池。阿银摁着火枪手的脑袋将其溺毙。洛克将雪旭带到了更衣室暂避。雪旭问洛克为什么要来，洛克认为是他们将无辜的雪旭卷了进来。雪旭就知道洛克什么都不知道，他不是被卷进来的，而是站在正中心的人。洛克则是他的敌人，他继任了旧风组组长之位，是旧风组实质上的最高掌权人。洛克非常生气，这个世界充斥着厮杀和背叛，雪旭明知道这边是个什么地方，还要踏进来吗？雪旭又问了一遍，洛克是为什么过来的？洛克还是那句话，不能被卷进来的雪旭置之不理。雪旭突然提起板凳，他认为对方的死是自杀，组织失去推进力，与顶上的组织疏远，必须与强大的势力对抗时，如果能救其出苦境的只有他一人，旧风组不承认亲属之外的人继承。无论如何，他就只剩下了这一条路，这就是黑道的法则。洛克反问他的人生怎么办？所有人都为了让他远离纷争而拼尽全力，但他却还是选择踏入了黑暗。回想起自己经历的一生，雪旭心里想的却是，如果他能来得更早，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了。雪旭问他记不记得咖啡屋的谈话，人和头子是一样的，自己决定自己的方向，他不是被逼的，而是自己的选择。为了父亲和追随父亲的人尽他所能，洛克只觉得雪旭是在强迫自己背负责任，他不得不选择，不得不去背负。雪旭突然哭了，洛克就因为一直站在黄昏下才说得出这样的话，他如果不这么想，就根本做不出觉悟。别人的生命、名誉和未来都系在他的身上，他除了为这些去战斗，还有什么选择？洛克突然想起了前天那晚莱威对他说的话，雪旭在经历今晚之前，他无能为力，面对自愿步入黑暗的雪旭，他无言以对。洛克终于明白，他的脚没有站在任何地方，雪旭已经决定了，今后无论好事还是坏事都由他来背负。如果大家和阿姨能以此获救，雪旭第三遍问洛克，他为什么站在这里？他为什么逃入东南亚的黑社会，又还想着追求日常的生活中的什么？但其实最后他什么都没有选择，没有回到平稳的日常，也没有踏入罪恶的黑暗，只是在这里止步不前。如果洛克想救他，那就连旧风组一起救了。他做不到，因为洛克相救的根本不是他，而是不想失去本该丢掉的日常。如果对雪旭见死不救，那么他对日本留下的回忆，就连最后的碎片都不会剩。他什么都没有背负，就连本该丢弃的东西都还抱有一丝憧憬。这样的他到底能拯救谁？雪旭也想普通的活下去，就像洛克不想痛苦的活下去一样，但是他不甘心，所以他讨厌洛克。杀死火枪手之后，莱维对阿银劈子弹的绝招很感兴趣，想当场就和阿银来一场，但阿银阻止了莱维拔枪。莱维和洛克对他有恩，他不会动手，但是放心，他们以后一定有交手的机会。雪旭跟着阿银离开，他感谢洛克来救他，但今后还是不要再见了。
而巴拉莱卡对旧风族的奇袭也即将开始。男人发现自己车胎漏气了，趴下去看的时候，一把枪突然将他爆头。俄罗斯的据点被泄露，有人过去查看，却遭到了伏击被杀。剩下的人想去帮忙，却被伪装成快递小哥的对手扔了炸弹。在巴拉莱卡的指挥下，旧风族的据点被一个个歼灭，干部们也被消灭的差不多了。雪旭马上就要成为光杆司令了。被雪旭骂了一顿之后，洛克心情低落，倒是见过阿银刀砍子弹的莱维非常兴奋，一直想和阿银来一场。洛克觉得这种行为就是急着投胎，有什么可高兴的？莱维又是一副恶人脸，说什么急着投胎，他们早就已经是行尸走肉了。巴拉莱卡、达奇、张大哥，那座岛上的所有人都是，他们执着于活着，就会被畏惧蒙蔽双眼，但要是心里面没有半点这种制作，才能打到天涯海角去。洛克骂他的兴趣是腐烂在臭水沟里，骂完之后才回神自己说了什么，搞得莱维很委屈。雪旭去见了乡沙会会长陈吉，即使他是直系血脉，陈吉也不打算承认雪旭的袭名。先不说他们把那帮俄罗斯人招来，单说之前的乡沙会的打击要怎么负责，代表了整个旧风族的雪旭也不再软弱。当初逼得板东不得不这么做的可是乡沙会，雪旭此次可不是来道歉和解决问题的，他已经收集好了证据，让他们到和平会上调停吧。但其实雪旭也知道，就算闹上和平会也没用，现在的黑道已经变成了受欲望支配的存在，人也早就不复存在。旧风族在莫斯科旅馆的打击下，人数已骤减至30%，要赢俄罗斯人实在是太难了。雪旭让还活着的组员暂时隐藏起来，积蓄力量静候时机，而他则跟阿银回到事务所查看录像带。自从莫斯科旅馆袭击旧风族开始，每个据点都会安装摄像头，虽然大部分被毁，但还有零碎的录像保存了下来。阿银注意到对手的移动工具是贴着电工标的面包车。第二天，两名劫匪开着电工车持枪闯入银行，抢了一大笔钱之后扬长而去。劫匪撕下车标，摘下头套，赫然就是雪旭和阿银。很快接到报案的警察开始搜索劫匪乘坐的电工面包车。不得不说，雪旭这一招用得妙，利用警察的手去调查莫斯科旅馆。雪旭羡慕洛克在外面的广阔世界，听说还有一个全都是恶棍的都市，他觉得在那种地方做个与世隔绝的黑道也不错。如果他们要离开这里前往岛上，就必须和巴拉莱卡做个了结。很快，警察就在东京港附近发现了莫斯科旅馆的电工车。雪旭的脑子快速思考着，巴拉莱卡是怎么来的？这么多武器是怎么运到日本的？突然灵机一动，是船。巴拉莱卡自然也发现了雪旭反击的小手段，但这只是更加坚定了他要除掉雪旭的决心。巴拉莱卡不在，阿罗纳普拉的平衡线就崩溃了，岛上开始乱起来，到处都是枪声。三合会虽然在尽力阻止，但收效甚微，这才是这座岛真正的模样。贝尼说幸好洛克不在，他是最不擅长拿枪的了。达奇却庆幸洛克不用拿枪，枪里的子弹就连自己人都会打中，实在是太危险了。这句话请往深里理解。巴拉莱卡和洛克莱维约在地下停车场，又轮到洛克的翻译工作了。不过这一次不是旧风族，而是乡沙会。没错，巴拉莱卡要和乡沙会合作。洛克惊住了，他突然想起雪旭那一晚的诛心质问，不知哪来的勇气，居然站出来反对巴拉莱卡和乡沙会合作。如今旧风族实力大减，对莫斯科旅馆已经构不成威胁，莱维都吓傻了，这孩子怎么这么忙？巴拉莱卡让洛克别搞错立场，他只是一个翻译，不是战友，也不是同事，没有资格质疑他的行动。但洛克仍旧喋喋不休。旧风族的新族长还未成年，他应该有自己坚信的正义吧？话还没说完，他就已经被巴拉莱卡拎起脖子摔在了车上，一把枪抵着他的脑袋。莱维也在瞬间拔出了枪，紧张地盯着巴拉莱卡。巴拉莱卡让吓傻的洛克看着自己，正义没有比这更受凡人喜爱的词语了，并非行使自己的力量，而是想靠别人的力量促进他的死亡。他所说的正义还真是天真。巴拉莱卡并不是在责备洛克，而是没想到这个词会从他嘴里说出来。大家的生命都很轻，像棒棒糖纸一样。莱维急坏了，从开始的强硬到哀求巴拉莱卡把洛克还回来。巴拉莱卡忠告莱维，他不该寻求洛克一样的生存方式，偏偏洛克这个不长眼的还不住嘴。巴拉莱卡毫无疑问的会获得胜利，没有任何东西会失去。即便如此，他还不满意吗？巴拉莱卡仍旧没打算放了洛克。祈求扰民时的窍门有2个，一个是掌握他人性命之恩的欢心，一个是说出能让对方接受的理由。不管哪个条件，洛克都没达到。洛克到底欠了雪旭什么人情要这么救他？这个时候，洛克却笑了，没有人情，也不是什么正义的托词，而是他的兴趣。既然有人喜欢在下水道里腐烂，也会有这种兴趣使然的英雄。论其根本，他们都是一样的。巴拉莱卡听完之后哈哈大笑，洛克说服了他。巴拉莱卡收枪离开，莱维怒不可遏，揪着洛克的领子让他清醒一点。他们之所以还能站在这里，纯属上帝保佑。洛克干什么没事就招惹巴拉莱卡那种战争狂，他在这里确实是洛克的枪，不论什么情况都有保护好他的自信，但架不住洛克自己去找死啊。洛克没有解释，只是让莱
莱维陪他再一次逛自己的城市。不用巴拉莱卡说，莱维也发现了，在这种平静安稳的生活里，他一个不注意就陷了进去。他在污浊不堪的环境中活到了今天，早已不懂得在其他地方生存。到头来，只有巴拉莱卡能保持初心。莱维让洛克走吧，再也不要回头，他的噩梦该醒了。洛克却说，在和莱维相遇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岛上是活死人的国度，这里是生者的住所。这压力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幻影。他并非为了回归而来，而是为了忘却和正视而来。1年前他就已经后悔过了，缺的只是觉悟。不过现在好像有了。上次那群玩枪战的小孩跑来公园玩，看到莱维后兴奋地围上来，要见识一下他的枪法。在洛克的同意下，莱维掏出了他的真枪，让小鬼们好好看看。几发枪响下去，易拉罐被击得粉碎，小孩们吓坏了。莱维和洛克对视一笑，离开了公园。与此同时，雪旭手里也拿到了一把强力手枪，他的计划非常美好，离开这里前往罗阿纳普拉，在召集四散的部下征服那座充满恶棍的城市。只能说想得不错，你加油吧。为此，阿银要在那群俄罗斯人中杀出一条血路，然后向巴拉莱卡挑战。雪旭知道阿银这一去凶多吉少，但是他和阿银一起走到了今天，所以希望今后无论去什么地方，他们都能在一起。洛克跟着巴拉莱卡来到香沙会总部，会谈结束，巴拉莱卡的工作也就结束了。之后的任务就会交给莫斯科来的后人。警察带兵将香沙会门口包围，他敢确定刚刚进去的这3个人肯定和旧风香沙的冲突有关，但却怎么也查不到他们的身份，只能请求国际刑警合作，无论如何一定要盯好他们。洛克的心情依旧沉重，巴拉莱卡看出他还有心事，知道他还在说上次那件事，他已经饶了洛克一命，难道洛克还有更大的奢望吗？洛克还真有，但并不是请求巴拉莱卡放过旧风组，而是请他彻底击溃旧风组，连根儿都不留的那种。只要旧风组彻底消失，雪旭才能被彻底解放。活菩萨见多了，活阎王还是第一次见。巴拉莱卡兴致上来了，原来如此，这是目前情况下让雪旭回归日常的唯一方法。巴拉莱卡夸赞洛克做了正确的判断，他的恶棍生涯前途无量。休息之后，会议进入收尾阶段，陈思要和巴拉莱卡握手言和冰释前嫌，但巴拉莱卡却并没有接。虽然今后的任务由后任交接，但若他们不在期间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们也很难做。所以巴拉莱卡想要确认他们的武器情况是否完全，甚至提出了要查看枪支。陈几虽然警惕，但还是让手下把枪给了巴拉莱卡。他认为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对方不可能翻脸，但巴拉莱卡用事实证明他真的能。骗到枪之后，巴拉莱卡直接嘲讽全开，以枪实在太差为由撕毁协议，直接对着陈几个手下啪啪2枪。没错，大姐头就是这么任性。门外的警察听到枪声想要冲进去，但却连大门都打不开。解决完香沙会老大，巴拉莱卡将枪送给了洛克，洛克不要，他不喜欢枪，也不准备拿自己拿不起的东西，但是他不会忘记扣动过扳机的事。正准备离开的时候，那群警察总算冲了进来，但巴拉莱卡完全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让洛克转告雪旭，莫斯科旅馆从现在单方面停止交战，他希望根据的旧风组已经4分5裂潜入地下了。不久之后，雪旭将带他们到卢阿纳普拉掀起一面旗帜，说着就若无其事地推着警察离开。他坐的是外交部的车，根本没人敢拦。洛克也趁机跑上莱维的摩托，2辆车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扬长而去，完全没有把警察放在眼里，而警察也只能无能狂怒。等到人都走了，国际刑警才姗姗来迟，一看现场，完球，好好的大鱼就这么给放跑了。日本警察这才知道这哪是什么俄罗斯大使，而是著名的俄罗斯黑帮莫斯科旅馆的大干部。莱维想去找雪旭，告诉他战争结束了，但巴拉莱卡闹出这么大动静，过不了半小时，整片区域都会被封锁，到时候他们根本出不去，而且出航的时间也快到了。洛克还是到船上再和雪旭联系吧。但就在2人朝码头疾驰的时候，一辆面包车从路口冲出，将摩托车撞得倒飞出去。雪旭从车上下来，对着洛克一阵扫射警告，要求洛克带他们前往码头，并开枪炸毁了莱维的摩托。弱小可怜无助的洛克被挟持上车，问雪旭究竟在干什么。莫斯科旅馆已经宣布停战，一切都结束了。雪旭认为巴拉莱卡的话根本就不可信，只要他和阿银在，旧风组就不会倒下。他出生在黑暗之中，与黑暗为伴，这就是现实。洛克提醒他，在莫斯科旅馆面前，他没有作为忍者的价值。雪旭也不在乎，他只是想让洛克当一个见证人，见证这场孤注一掷的赌局。而就在这时，莱维半路挟持了一辆货车追了上来，2车相撞，双方都没有停止的意思，踩着油门往前冲，眼看就要冲到海里。洛克突然抢过方向盘，双方气势汹汹的下车对峙。莱维所期待的对决一刻终于到来，这是枪支和冷兵器的较量，双方打得不分上下。他们这种最后都会殊途同归，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是好人。洛克和雪旭默默看着2人战斗。洛克知道雪旭曾有过不用走上和巴拉莱卡相同之路的方法，但是他没有选择那个方法。他之所以站在这里，不是因为黑社会的面子，而是在挣扎着和黑夜通话。洛克站在黄昏里，所以看得很清楚，雪旭应该放下刀，和阿银一起离开这里。雪旭反问他，然后2人背井离乡，在谁也不认识的地方摆摊开店吗？他已经掷出了头子，没有回头路了。另一边，阿银已经将莱维掀翻在地，但就在他挥刀朝莱维劈下的时候，耳边突然想起了雪旭之前的话，多希望及时能一直持续下去。但就这么一个分神的瞬间，小腿中了一刀的莱维开枪射穿了
他的喉咙，胜负已分。洛克急忙跑去帮莱维拔出刀，徐徐捡起刀，既然梦已经醒来，那边的世界离他太过遥远。说着，将刀对准了自己的脖子。莱维大喊着让洛克不要看，会留下创伤的。但洛克还是一眼不眨地看着血贯穿了自己的脖子。之后，延误了轮船的洛克和莱维靠着达奇的假护照回到了岛上。他将血的照片放进了胸口，还有新的任务在等着他。黑胶第2季完结。